我今天早上给我奶去送点水果，问我奶说这2天有点牙疼，晚上要有饭的话整点软和的，但是特意强调了啊，是牙疼不是胃疼，肘子别耽误了，炖烂乎点就行。最近莲藕不错，给我奶做了一盘鲜藕丸子，这个真特别好吃，你们要有孙子也让他给你做一下。完了蒸了不少金头巴脑馅的包子，给我奶压的都非常烂乎，没牙也能吃。我一点不撒谎，我们同学听说有这包子，打3个小时出溜滑来的，着急忙慌吃了4个包子，又打3个小时出溜滑回去了。下大雪了，给奶多囤点口粮，炒了一个古早蛋糕，正好泡着奶吃，还炒了一盘肉松。就这点肉松，我弟撅那扒了2个多小时，我站那炒了1个多小时。我说奶呀，孙子和外孙子不能做到更多了，俩20多岁大小伙子折腰给你炒的呀。头2天给钱老丈邮了200斤大米，换回来这个豉汁凤爪的配方。完了看我那大米挺值钱，有点不好，加了肉蛋豆、金巴包、汤肘、排玉糊、肉土泥、豉爪、虾稀、藕丸、松、骨糕、疙汤，这就往奶家去了啊！看看那肘子能不能治一手我奶这牙。我今天领你们看看我大哈尔滨的冰糖万物啊！先看一首冰糖大树，再看看这个冰糖树叶子，还有冰糖早餐车、冰糖大铁门、冰糖小路灯、冰糖电线。这一口是枸杞亲测啊，说还没太到时候，稍微有点淡。那些说要来哈尔滨找我干饭的朋友们，抓紧吧！就这么说吧，雪已经不小了，我和大哥都准备好了。我前2天想不开呀，在家尝试了一下醒狮苏，好家伙，差点没给命搭了。这玩意全网也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教学视频，于是我在做之前研究了无数个视频，然后自己拼了个制作流程。问题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自信，我当时就觉得只要一步一步按照这个做，肯定能做成。也正是靠着这种无知的力量，我开启了长达1周的翻车之旅。从开酥到组装，我就没有一步是不翻车的。这一块是我开出来的最好的酥，这一块是我捏出来的最好的湿。就如果这个行业需要一本避雷大全的话，那我凭一己之力就可以提供所有的翻面素材。真的，我这车都翻出花来了。我中间看人说温度太高也容易失败，于是在10几度的气温下，我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开开了，给我冻直拉了尿啊！我这脸都冻得没血色了，但依然没耽误我继续翻车。这几个是我这几天炸完之后唯5还能成坨的东西，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还有一个戴墨镜的，你说这都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我服了，我发现我肯定不能独立完成这个事儿了。于是我们背起行囊南下沈阳，找到了醒狮苏的之后，就先把在家折腾这些过程给老师看了一眼。老师看完之后说了一句话，我差点没崩溃了。他说：“你们之前在家的所有尝试啊，除了活着全是错的。”完，我寻思既然都这样了，那就从头开始学吧。然后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酥皮点心是个非常严谨的事儿，就它不是哪一步重要，它是每一步都重要，就连最基础的和面都有很深的讲究，就更不用说开酥了。我擀了14个小时的皮儿，才学会了怎么开这次用的直酥和圆酥。然后当我能持续开出这样水平的酥皮之后，我以为我离成功已经很近了，直到老师告诉我，如果想要炸出来的酥非常蓬松，那需要在这个1:1的半圆柱体上切下起码42到50刀。我当时看完他演示之后，我直接人麻了。我寻思，我要能练成这个刀法，我不得在他案板上留下2两肉啊！但这事儿也没有捷径，就只能一点点练。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白天我就拼命切、拼命练，晚上再梳理一下需要调整的地方。在经过了几天备战高考的日子之后，我终于捏出了一个正常模样的醒狮酥。然后这个炸的时候也一点没翻车。炸完，为了让它更有神，我们还给它画了个眼睛。当我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我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几天过得跟做梦似的。我看了那么多教学视频，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这玩意儿需要舍命干呢。后来我飘了，趁热又做了个醒狮酥 Plus， 配色也重新调整了一下。而且这只醒狮酥上，吴老用酥皮在后脑勺还给我提了个名字，顺便还教了我怎么让这个颜色能更有层次感。这现在是一只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狗送醒狮酥。后来我还偷着学了一下天鹅酥和鲍鱼酥，但时间有限，就只能回家再勤练了。后来毕业打包的时候，我看这些东西特别感慨。我倒不是想说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累，而是我发现当这个东西被拆解了之后，我们好像就剩下了复制上的操作难度，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这么复杂的东西从无到有的设计会是一个多么变态的过程。所以真的很佩服这些手艺。然后在回去的路上，我做了个决定，我把最大那个醒狮酥给他俩吃了。我其实睡醒之后也挺后悔，但我想开了，酒只有开封了它才是一瓶酒。对于美食博主来说，它最好的归宿也许是报班，但对于美食艺术品来说，它最好的归宿啊，一定是进度。
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但是我研究了一下，市面上得有95%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这汤越香，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比之前卤猪蹄儿剩的那锅汤还香。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我们试了好多工具，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因为牛肉比较硬，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再撕成细丝儿。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就有那么一瞬间，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太荒谬了。这些肉扒完丝儿，算是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为了能更好吃，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后来我算了一下，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烹出锅气，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一口直接入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这里边的细丝儿入口化渣特别酥脆，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吃起来很多汁水。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就是它不只有料香，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然后我算了一下，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就是它太费酒了，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
哇，43刀，我去！我有哥们饭店开黄了，完了非要上我家做点饭。我说你这个理由来蹭饭是不是太牵强了？他说真没有，主要现在炒不上菜了，手刺呢。好家伙，他手解刺挠了，给我们家人他妈腿肚累钻筋了都，非要在家做烤鸭，这可是家里有点地方了，一会儿挂着，一会儿吹着，我的妈呀，他妈全村老少爷们都知道我家有烤鸭了。最后烤箱没使明白，整他妈缺老黑。但这老小咱说有点手艺，在他的帮助下，我完成了一份饭店水平的黄馍扣肉。这大肥肉片子谁吃谁迷糊，完了夸他两句他还飘上了呢，寻寻摸摸的给我来了一份油炸冰棍，还有开花的茄子和土豆子，还跟我显摆呢。我说你快别美了，让我妈知道你炸东西使这么些油，他妈喷迷糊你。借他这点油，我也整了几个菜。完，他非要让我跟他比一下炒饭。我刚开始炒的挺来劲，后来我想明白了，我寻我手也不次呢，我跟他扯这干啥呀？让自己炒去吧。我还倒了一罐在东北万能的桃罐头，这玩意在东北就是歪歪地地。这个邻家铺子，我觉得是比较接近小时候的口味的，果大味儿也正。老小临走给拿了罐黄桃的，拿了罐草莓的。我说这个叫桃梨霉运。完，他说吃桃过敏就拿草莓的，没的。饭店就这么没的。来吧，吃香香了，香蟹、土丝儿、马上鲜汤、油饼、蛋饭、干牛、芝球、烤鸭、开茄、黄肉、大闸、桃梅。哎呀，这天天忙忙叨叨的，吃上饭才想起来今天我姑过生日。我说这样，我先把你眼馋这几个菜放你面前，你先慢慢秃噜，完我给你煮碗面条。我姑说咱天天都在一起吃饭，整那没用的干啥呀？他说来，你给我拔一点，我倒碗罐头汁儿喝就行。